大家安，我是 Misako， 我現在人又來到了大阪。今天呢，不帶大家搭列車了，而是要帶大家搭船。日本這幾年船旅越來越盛行，有一艘船我一直想要大家看，就是我背後這一艘由商船三井 Sunflower 所推出的船。這艘船它走的航線是大阪到九州別府，可以說是你如果要往返這2個地方，日本國內最便宜的選擇。最便宜呢，一個人不到14000日幣，大概就是2700台幣左右。總之，這一支影片就是會實際帶着大家搭乘這輛船，實際到九州別府之後，在別府當地玩1天的彈丸小旅行。好啦，我們上船吧。在上船之前，來解說一下交通。如果要搭乘这艘渡輪，最近的車站就是大阪的貿易中心前站。抵達車站之後，順着 Sunflower 的指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走到櫃檯咯。对面有好多人在跟我們揮手哦，那裡也有人在揮手，那裡也有，那一艘船上面也有人。OK， 现在船已經出航，我也已經進來我今天在船上入住的房間了。看看我房間是不是覺得很不錯，跟一般的飯店沒兩樣。而且我的正前方就是海景露台，這一條航線其實已經有100年以上的歷史。除了貨物運輸用以外，一般人乘坐可以省1晚的過夜費，過夜的時間拿來移動，隔天一大早就可以抵達目的地。這一次搭2023的新造船改得更像是觀光船的感覺，尤其是我在踏入這個大廳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像進入什麼飯店大廳一樣。那個扇形的樓梯我覺得非常的漂亮。這個航線大部分時候都是晚上的航班，那1年當中會有少數的幾次是可以中午就出航，因為它會行經瀨戶內海。為了這個海景，這一次提前搶了白天的航班。雖然說外國人不太知道這一艘船，可是它在日本人之間是非常的人氣的。工作人員就說，通常高級一點的房型大概當天就會秒殺。那房間的部分，它船上的房型種類蠻多的，大概有20種左右。這一艘船真的是獨旅友善，它有規劃了非常多1人入住的房型。想要住比這個更高級一點的房型的話，也是有2萬或3萬多的房型可以選擇，甚至它是有和洋式的房型，或者是單純日式榻榻米的房型可以選。那我這次是入住稍微偏高級的 Suite， 我選它的理由就是因為房間還有附設海景露台，你可以在房間裡面就看到瀨戶內海的海景。我覺得光是這個海景，你付這個價格就值回票價了。它甚至在8樓還有附設一個專屬的咖啡鬧機，只有訂這個等級房型的乘客可以進去喝咖啡。我們這一條航線呢，會行經3個橋，我們剛剛就已經有先經過了第一個橋，是明石海峽大橋。我就直接在房內的露台欣賞着船行駛過明石海峽大橋的時候，穿越過那個橋下的風景，我覺得蠻震撼的。隨着時光流逝飛快，現在已經到了太陽下山的時候。然後我剛剛也在船內進行了非常多的活動體驗，也看了非常多的美景。我覺得這艘船真的是有厲害。這一艘船不管是白天班次或者是晚上班次，都有一些共通的特點，像是你一進船的時候會有一個扇形的階梯嘛，然後在中庭的旁邊呢，就有設置了一個小小的拍照打卡區域。它現場是有準備船長帽跟船長服的，任何人都可以穿着那個道具，以船為背景看板的地方拍照。那這艘船最大的亮點就是它是有展望甲板可以進去，中庭就是基本的6樓，6樓以下就是停靠客用車或者是貨車。展望甲板是設置在7樓跟8樓，不過呢，我個人強烈推薦要去8樓。從8樓的展望甲板看出去的是更有開闊開放感，而且這艘船強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瀨戶內海的群島。它白班的話，它還有附一個手冊，這個手冊裡面它會寫的說你
幾點幾分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怎麼樣的景色。像是我們在3點15分的時候，你會看到小豆島；3點50分的時候，你會經過豐島，你還會看到男木島或是女木島。再加上傍晚的時候，就會有霧氣產生。那時候在房間露台看到那個景色啊，非常的有詩意。还有一個看點，它會經過總共3座橋：明石海峽大橋、瀨戶大橋跟來島海峽大橋。我剛剛已經經過了明石海峽大橋跟瀨戶大橋，那接下來大概7點10分左右，我們會通過最後一個橋樑，就是來島海峽大橋。因為是接近初夏的時間，太陽也比較晚下山，現在天空已經慢慢的染上了一層浪漫的色彩。如果你是選擇跟我一樣大白班的話，也會有一些跟晚班不一樣的體驗活動，像是今天的船內就有舉辦小小的音樂會，總共有2場。我還有體驗制作自己的精油香氛，是可以噴在身體上的。它是由鹿兒島一間公司所主辦，它所生產的商品呢，都是標榜取用天然的材料所制作的。選擇想要的精油的香味，然後自己實際從好多瓶的精油當中去自己添加自己喜歡的味道，最後做成屬於自己的香氛噴霧。還有一個體驗是，你可以在船上進行按摩。那我就是有按了手跟按了上半身背部的部分。欣賞完来島海峽大橋的美景之後，到了晚上就來吃晚餐。這一艘船，不管你是搭白班或者是晚班，它的晚餐你都是要自備的。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要吃他們晚餐，那你就可以自己攜帶外食上船吃。我們剛剛有跟工作人員偷偷打聽，蠻多工作人員他都推薦說，這個航線它的晚餐是最推薦的。一方面也是因為它算是新的船，打造的時候就花了比較多心力在它的餐點上。剛剛繞了一圈去裝食物，我發現它用了蠻多九州的食材，或者是大阪的也有一點，主要是九州比較多。刚剛在装生魚片的时候，它的醬油是用大分的醬油，有一道是炒菜豬肉，它用的豬肉就是大分的豬肉。這艘船它的晚餐是自助式的，可是它也有提供，如果你想要在房內或者是想要在其他的公共空間享用的話，它也有提供外带的服務，可以讓大家自由的選擇。開動。我刚剛吃完晚餐，然後趁着商店關門之前呢，去購物了，來跟大家開箱。這個溫泉真的很特別，因為大分的別府以溫泉著名，所以很多人去別府會進行泡湯巡禮。那他們就有推出了這樣一本溫泉本，然後溫泉本裡面呢，他們有合作的設施，你拿着這個溫泉本去泡湯的話，就可以折價，一本是660，拍到一半熄燈了，因為現在大概是接近晚上10點左右，大部分空間都熄燈了。這一間商店裡面賣蠻多大分的當地的工藝品或者是伴手禮，還有一部分呢是 Sunflower 這一間船公司他們自己出的原創商品。這個夾子是可以夾收據、夾你的筆記。我就被這個小船體燒到，但這個小船體太可愛了，因為我這次搭的是白天的航班，它其實晚上的航班的時候，它會有出一個預船印。不過呢，我搭的白天班次，它又有推出白天限定的紀念明信片。我覺得它的圖案還蠻美的，還蠻精緻的。它有點像是方框剪紙，雖然說一張要1000日幣也是蠻貴的，但就是難得買一張做紀念這樣。然後還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明信片組啊，裡面就有好幾張明信片，都是以前那個年代的，就是大正到昭和時期那個年代的海報。你看它以前的海報長這樣。那這一艘船白天的班次其實凌晨12點左右就會抵達別府港了，但是實際下船是隔天的早上7點，明天就要跑一整天的別府觀光行程了。那今天就先說晚安吧，明天見。大家
今天第2天的行程就是要在別府市區玩。說到別府，大家對它的印象就是溫泉嘛，是因為別府的源泉量是全日本的第1名，光是這裡的源泉數就佔了全日本的1/10，就知道那個量體有多大，多到很誇張的地方。別府有8大溫泉區域，這當中最有名的就是鐵輪溫泉。鐵輪溫泉地區最代表性的觀光景點就是地獄巡禮，總共有7個溫泉池，我剛剛一口氣全部都把它走完了。必須說這7個溫泉池都各有特色，有大有小，溫泉池的顏色也都不太一樣。如果說要我推薦的話，我自己個人是推薦海地獄。海地獄正如其名，泉池呢是呈現像大海一樣的鈷藍色，我覺得那個也蠻好看的，而且走進去之後會發現它的噴煙、熱氣、煙霧繚繞的感覺非常的誇張，你走進去會被煙霧包圍，我覺得拍起來還蠻有戲劇張力。你有可以坐的休息的地方，然後也有購物的地方，而且它離其他4個溫泉池也蠻近的，是可以一起順遊。再來第2個我會推薦灶門地獄。一開始我看網絡上的介紹，好像大家不會主推它，可是呢，我實際去走了之後，我發現它就是一個濃縮版的，你可以同時看到、體驗到很多東西，像是海地獄的藍色的溫泉池，或者是血池地獄的紅色的溫泉池，你都可以在這個灶門地獄裡面一口氣看到。再來就是它可以體驗的東西也蠻多，像是你可以體驗用溫泉的蒸汽來蒸臉啊，或者是你也可以體驗試喝溫泉水。我剛剛就有買了1小杯來喝看看，就是有一點礦物質的味道，有一點鹹鹹的這樣。第3個我會推薦的是鬼山地獄，它裡面有全日本第1個用溫泉來飼養鱷魚的溫泉池，我覺得非常的特別。除了有溫泉池以外呢，你還可以看到大量的鱷魚，還有大池小池，這個也是我推薦的理由。其他如果你有時間可以一起去的話，就是龍捲地獄，每間隔35分鐘到45分鐘，它會從地下噴出溫泉池，然後會持續6到10分鐘。那個是在血池地獄的旁邊，是可以順遊的。血池地獄跟龍捲地獄是離其他的5個地獄會離比較遠一點，因為它是位在於別府八湯的台石溫泉，從鐵輪溫泉地區開車要開大概5分鐘左右。接下來到中午了，那我們去吃飯吧。那大家在結束地獄巡禮的行程之後，這附近有一間餐廳，我覺得蠻特別的，它叫做地獄真工坊鐵輪。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體驗利用地下噴出的溫泉的蒸汽來蒸熟你的食物，而且它的食材選項蠻多樣的，有海鮮、有肉、有蔬菜，然後你可以自己選擇你想要怎麼樣的料理。那你先買了食券之後呢，工作人員他會教你怎麼樣去蒸熟你的食物，你可以自己體驗料理過程，我覺得蠻有趣的。不過呢，雖然說它是蒸熟食物，但它是有附調味料的，所以也不用擔心說料理會沒有什麼味道。我们刚刚吃了地獄蒸料理，現在要來吃地獄蒸布丁。這個布丁據說它也是用天然的溫泉的噴氣，然後慢慢去加熱它，讓它蒸熟的。這間店叫岡本屋，在當地也是非常有名的小店。除了這個布丁以外，也有賣其他的甜點或者是鹹食。它布丁的評價超級好，台北六姑上面的收藏數超過上萬則。試吃，不會很甜就很剛好，而且我覺得它的布丁蠻扎實的，很有分量，焦糖算是加了蠻多的。在吃完布丁之後呢，來到了一個朋友推薦的私房景點。這裡是別府一間叫 APU 的大學。這間大學非常的特別哦，它剛成立的時候為了招生，而且它是想要把它打造成有點國際化的學校，所以那時候招生是接近一半日本人，一半外國人。那我現在走在大學裡面呢，也發現非常多的外國人的臉孔。朋友他之前就是在 APU 念書，他就說他覺得這間大學的景觀非常的好，因為它是蓋在山上的，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山岳的景色以外呢，還可以看到遠處的別府灣。那我們今天來的時候天氣超爆好的，真的看得很清楚。好久沒有回到大學，回味一下，覺得有一種找回青春的感覺，也推薦給大家。我
這一次在別府選擇飯店是星野的界別府。星野旗下有很多飯店支線嘛，像是歐盟啦，或者是比較平價的 Babe 啦，還有比較高級的虹夕諾雅，跟以溫泉為主題的界系列。這是我第一次入住界系列。那這間飯店呢，它就是蓋在別府灣的旁邊。我這一次選擇的房型就是面向別府灣，有一大片的落地窗。那除了景色很吸引我以外，其實房間的設計也是我選擇的一個點。像大家有看到我背後這個深紅棕色嗎？其實這個顏色呢是取自別府很有名的，我剛剛也去過的地獄巡禮的血池地獄為形象來去打造這個顏色。你所有的房間的牆壁都是用這個顏色，算是有點他們的招牌嘛。大分還有一樣工藝文化叫做西玻璃，就是染布工藝文化。你其實各處都可以發現有融入這個染布工藝文化的設計在，我蠻喜歡這一點的。再來還不止這樣，大家看我的房間鑰匙還掛了一個舊杵燒的造型吊飾，我覺得這個花花很可愛，摸起來也很有質感，是霧面的觸感。這個的話底下的商店也有賣其他的造型，一樣是用舊杵燒所做的各式，像是盤子啊或者是筷架。順帶一提，這一間飯店是隈研吾設計的。會選擇星野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它通常館內都會安排非常多的體驗活動，界別府也不例外。我剛剛體驗完的馆內的一個你可以自己做溫泉噴霧的體驗活動，它是辦在一個長得很像實驗室的空間裡面，工作人員會幫你擺滿的所有所需的材料，像是大分當地產的精油、量杯，還有稱重用的電子秤，然後你就是依序原材料都加進去之後，最後選擇你想要的精油香味。那我選擇的是卡波斯，因為卡波斯是大分當地特產的水果，還有呢最重要的就是溫泉水，所以这加進去之後，專屬你的溫泉噴霧就完成了。只不過這個噴霧呢，因為裡面沒有加入會讓它保存時間長一點的成分在，你就是這2-3天就要把它用完，那是可以用在肌膚上的，覺得很棒。大家晚安，我已經結束今天所有的行程，終於回到房間了，我快要累死了。在我體驗完製作溫泉噴霧之後，就有去體驗了他們大廳旁邊的免費足湯。那個足湯是24小時都可以利用的，而且它旁邊會有準備小毛巾，泡完之後就可以擦腳，而且現場有小小的舞台，它是提供免費的日本酒可以喝的。然後我就跟朋友端着日本酒坐在戶外享受足湯，看着眼前的綠意跟別府灣的海景，那個瞬間真的非常的幸福。那在泡完足湯之後就去吃晚餐了。這間飯店它提供的晚餐是會席料理，有很多道菜，整體吃下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調味用料。因為大分的卡波斯很有名，所以它在調味料上加入了一些卡波斯的元素進去。卡波斯真的會讓你吃一些例如說炸物啊，或者是我們吃火鍋的時候它附的是卡波斯歐羅西，蝦子、魚類、肉類、蔬菜沾了那個歐羅西之後真的非常的好吃。那在吃完晚餐之後，我們就有小小在馆內活動一下，因為飯店它在到了晚上之後，大廳會布置的很像是屋台的那個氛圍，會有一些小攤販，你是可以去玩遊戲的，像是我就有玩了2種遊戲，然後那個都是日本傳統的遊戲，我就跟工作人員玩得很開心。那在體驗完晚上小小的屋台活動之後呢，會有一個算是特色表演，因為別府的溫泉很有名嘛，那他們就以這個做發想，把木桶浸在溫泉水裡面，然後把它當作是樂器在敲打，而且每個住客都會發一個小道具，那個小道具你可以跟着工作人員一起同樂，我們要隨着鼓聲打節奏，就是一個表演本身也好看，住客們又可以一起同樂的，我覺得還不錯的體驗活動。那這個特色表演結束之後呢，我接着就參加了一個算是夜間巡禮的活動，工作人員他會親自帶你走進別府的商店街，邊散步會邊介紹有哪一些特色的商店，而且有一些短短的商店街呢，它甚至還會點燈，我覺得拍起來蠻有味道的。我們途中就有經過一間冰淇淋店，那個也是工作人員推薦的。總之我們就是買了一個開心果口味的冰淇淋來吃，然後會附一個餅乾，真的是蠻好吃的，那
的冰淇淋很濃郁。然後這個行程其實也有白天的版本，我也有去參加。白天的版本是工作人員會帶你前往當地的2間溫泉，我們是去壽溫泉跟竹瓦溫泉。竹瓦溫泉的名氣比較高一點，你可能在網絡上搜尋別府溫泉，也一定會看到這一間，它的外觀很特別，是木造的建築，是在地蠻具代表性的溫泉之一。那它的砂湯蠻有名的。總之我蠻推薦這個戶外散步的行程。那第2天在別府的行程就告一段落，晚安，明天見。大家早安！我今天早上呢5點半起來的時候，哇，看到日出，那個日出的光芒就直接射進來，然後我就直接在這個落地窗欣賞到超級美的日出。大家如果訂這一間房，記得一定要早起。我今天一大早呢體驗了2個行程，又去吃完了早餐，等一下11點就要退房了，實在是有點捨不得眼前的這一片海灣美景。這間飯店我覺得你可以為了它的房間的景而來。好啦，準備退房。在離開飯店之後，中午來餐廳吃飯。別府有3大名物：地獄蒸、涼麵跟炸雞天婦羅。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炸雞天婦羅的元祖創始店，就叫東陽軒。東陽軒這一間店，至今為止到今年剛好滿100週年。那它是直到現在都還是非常有人氣的店家。這一間東陽軒的創始人曾經是天皇的廚師，然後也有在帝國飯店工作過。他在台灣總督府時期，也在台灣的鐵道飯店當過料理長。聽說他來別府創業的時候，開設餐廳就是將中華料理進行了日式改良，那做出了這個炸雞天婦羅。後來漸漸流傳之後，就變成別府的名物之一。可惜的是，這一間店沒有辦法事前預約。我點了他們最招牌的原味的炸雞天婦羅定食，然後朋友點了柚子口味的，這2個都是蠻推薦的。給大家看，上菜了，他給的炸雞天婦羅的數量真的是有夠多欸。然後工作人員送菜的時候，他就有說原味的話推薦是沾卡波斯這個醬油，如果你是點柚子口味的話，就是推薦沾鹽。趕快來開動！大家，我現在已經抵達了大分機場，等一下就要坐飛機回東京了。這一趟3天2夜的彈丸小旅行就這樣結束了，實在是玩不夠。我這一次跟朋友是為了當 Sunflower 渡輪才規劃這次的旅行，體驗真的是超級棒。我願意把它推薦給我身邊所有的朋友，然後我自己也願意再搭一次的那種程度。我超級推薦大家一定要訂有海景露台的房間。好啦，這一支影片也差不多到這邊結束，我要趕快去登機了。那我們下一趟旅程見吧，拜拜。